全球汽车市场中，左舵和右舵的分配是车企生产布局的核心问题之一。这种差异源于各国交通法规和驾驶习惯的历史演变，直接影响车企的生产策略、供应链管理和市场竞争力。全球约65%的国家和地区采用左舵车，包括中国、美国、欧洲大陆等，其余35%则使用右舵车。主要集中在英国、日本、印度、澳大利亚及部分前英国殖民地。这一格局的形成与历史、殖民文化和地缘政治密切相关。英国在18世纪通过立法确立左行规则，其殖民地多沿袭这一传统；而法国大革命后为与旧制度切割，推动了欧洲大陆的右行规则普及。对车企而言，这种差异意味着需针对不同市场调整生产配置，同时平衡成本和效率。各国法规明确规定了车辆舵向，车企必须遵守才能进入市场。日本要求国内销售车辆必须为右舵，而美国则强制左舵。若车企忽视这一要求，可能面临产品召回、罚款，甚至市场禁入的风险。市场规模直接决定生产策略。大众在中国市场的年销量超300万辆，因此优先在本地工厂生产左舵车型；而在印度销量较低，则可能通过进口或柔性生产线满足需求。小规模市场通常采用订单制生产，以减少库存压力。左舵与右舵车的差异不仅限于方向盘位置，还涉及仪表盘布局、灯光系统、踏板位置，甚至安全气囊设计。专用生产线效率高，但灵活性差，而柔性生产线如丰田 TNGA 架构可通过模块化设计快速切换舵向，但初期投资较高。关税政策和区域贸易协定会影响生产选址。英国脱欧后，车企为避免欧盟关税，可能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分设左右舵生产线。东南亚国家通过 AFTA 协定降低关税，车企可集中生产右舵车，供应多个市场。车企在主要市场本地设厂，生产符合当地舵向的车型。丰田在日本本土工厂专注右舵车，供应国内及英国、澳大利亚；美国肯塔基工厂生产左舵车，供应美洲。大众在德国沃尔夫斯堡工厂以左舵车为主，南非工厂则兼顾右舵非洲市场，通过模块化平台实现贡献生产，如大众 MQB、宝马 Car 平台。以宝马南非罗斯林工厂为例，同一生产线可混合生产左舵3系出口中国和右舵 X3 供应英国，切换时间仅需90秒。在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生产某一舵向车型，通过出口覆盖多国市场。印度的马鲁蒂林木右舵车出口至非洲、中东；墨西哥的通用左舵车出口至拉美及美国。少数车企为节省成本，在出口后通过授权经销商调整舵向，但此方法仅适用于结构简单的车型，且可能影响安全认证。方向盘、仪表盘等部件应舵向不同需差异化供应。本田在泰国工厂与本地供应商合作生产右舵部件，降低物流成本。采用 JIS 生产的车企需精确规划左右舵零部件库存。特斯拉上海工厂为欧洲市场预留右舵电池模块和线束。现代 EJMP 电动平台将转向机、踏板等设计为可翻转模块，使同一底盘适配左右舵，研发成本降低30%。单一舵向车型产量越高，边际成本越低。中国车企应专注左舵市场，单车生产成本比兼顾左右舵的欧洲车企低12%。墨西哥利用 USMCA 协定向美国出口左舵车，关税成本比从亚洲进口低7%。欧盟碳排放法规倒逼车企集中生产电动车型，左右舵版本的电机布局差异需重新设计。英国脱欧后右舵车需求波动，导致日产暂停桑德兰工厂部分产线。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分散供应链的脆弱性，车企开始倾向区域化采购。电动车结构简化，使舵向调整更容易。Rivian 同时开发左右舵电动皮卡，研发周期缩短40%。若 L5 级自动驾驶普及，方向盘可能成为可选配置，舵向差异将自然消失。特斯拉柏林工厂同时生产左右舵 Model Y， 通过数字化工厂实现按需生产。车企分配左舵与右舵生产的本质是成本、效率与市场需求的三角平衡。未来，随着电动化、平台模块化和区域贸易格局的变化，这一分配将更趋灵活。核心策略在于通过技术升级降低调整舵向的边际成本，利用数据预测精准匹配区域需求，最终实现全球资源的高效配置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如果觉得有意思，关注点赞，下期还能见到我。